宝贝儿，我机票都买好了，明天中午就飞到你身边了。啊，文件我都准备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明年公司肯定上市。嗯，好的。我记得那辆肇事汽车的车前就挂着一只特别的小熊。那如果车上的那只小熊就是你爸拿走的那只，你说开车的人会是谁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让你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你疯了，警察到处抓你呢。你别给我捅娄子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大清早起来能够吃到儿子做的早餐，这就是幸福。你昨天晚上动我保险柜了？这个小熊我找了10多年，没想到它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我。这个小熊玩具是妈妈送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。我记得当时是被你给拿走了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它会被收藏在你的保险柜里啊？壮博，你离开我那么长时间，爸爸总要想你的，所以我把你小时候玩的玩具都收藏了。地下室里还有很多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单独把这个小熊放在你的保险柜里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是的，它的确对我意义特殊。我把它放在保险柜里，就是要时刻提醒我，一个人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。有的时候，随意发个脾气，可能导致的结果会让你后悔终身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只小熊是你妈妈生前给你买的最后一个礼物。这样回答你满意吗？这边请。小心头啊！谢谢，请。再见，慢走。慢
慢走。杨浩，总经理，不错，能屈能伸，真汉子。我听大堂经理说你干得不错，谢谢，加油啊！谢谢。车来了，这边请。经理，来上车吧，小心点啊。好好干啊！嗯，慢走啊。开车。再见。上车吧，啊，小心点，慢走啊。哎，是我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那个让那个陆家浩别在那门头那个位置上站着，你给他换个地方。经理找我吗？你是陆家浩？是啊。来，过来一下。那个，你把衣服脱了，不用干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这是上面的意思，我只是负责传达。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啊？上面的意思说你不适合在我这个部门待了，你去仓库那边报道去。赶紧把这些鱼拿过去解冻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！等一下。喂，青山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换地方了。他们现在把我安排在厨房里面帮忙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还没干？你到底要不要干？不，头，我今天想请假，就这样了啊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有点急事，很重要的，我想出去一下，所以我想请假。刚把你从门头调到厨房，你就要走啊？怎么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总经理的？我当然不是不想干了，我也知道我答应他什么，只是我这事情真的很重要的，你让我先出去一下，我请1天假。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认真负责。如果你纯粹是把工作当成一种游戏的话，那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我什么我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。我从来都不吃这一套。你这个样子啊，还真是让我看到了一点陆家浩的影子。不错，否则的话，你成天一副懦夫的样子，就算真跟我斗起来，也一点乐趣都没有。那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要请假是吧？好，我不为难你，今天你就休息，但是明天你必须要回来上班。谢谢，我走了。我今天真是想把梁峰揍一顿，还想把他塞进冰柜里头。他就是故意的，何必跟这种人生气？哎，对了，今天这个梁焕良不是从酒店出发吗？你是他司机，怎么你不陪他呀？哼，梁焕良现在神神秘秘的，他有心防备我，不让我去送他。我觉得现在他这只老狐狸对我们的戒心越来越重了。怪不得我这几天老受虚，说不定真的跟他有关系。我看啊，这几个月你也待不下去了。等一会儿到了大排档，看看小弟他们有没有什么好消息。好。来，是水，别客气。
你哥呢？哦，刚刚下班没看到他。哎，放心吧，我跟青山说了，让他把我哥带回来。哎，就你们两个，嘉浩呢？我哥跟青山在路上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小薇，你看，这都是月华的老员工，他们今天都是来收袁家浩的。收袁家浩？你们约这么多人来，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啊？哎，我上次听青山说，这次嘉浩受了非常大的委屈，我们这些做兄弟的不能袖手旁观，所以这次我们聚在一起，商量出一个办法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对吧？对。你看看你们这些老的残兵，能起得了什么作用？如果实在不行，一会儿我告诉嘉豪，有些事儿不是用嘴能解决得了的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兄弟的老员工，我不怕，但是嘉浩是我的生死兄弟，他不痛快，我一定为他拼命。对，没错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们先别激动，先别激动，我先给嘉浩打个电话，啊。哎，是小贝打来，你告诉他10分钟就到。啊。喂，小贝啊。喂，嘉浩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我们现在在桥上，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好，我们在大排档等你啊。怎么了，到底？我踩不了刹车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哎，小贝，哎。喂，嘉浩。哎，不会吧？有事啊？嘉浩，不是，嘉浩，你听得到我说什么吗？小贝，你使唤了。我们这边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控制不了了。嘉浩，嘉浩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青山，青山！怎么，小薇？我哥呢？我哥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给你哥打电话，他说他和青山在大桥上就快到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电话就突然之间没有声音了。对了，佳彤，我还听到一声巨响，然后我喊你哥，他就没有声音了。啊？佳彤，嘉浩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不行！青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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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青山，快醒醒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聪儿，你老爸一直在外面站着呢，你没看见吗？爸爸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因为我的出现，让你妈跟进财的感情产生矛盾？爸爸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就是你回来之前，到底私底下有没有跟妈妈联络过？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很难把她找回来的。再说了，我已经和你相认了，我更没有理由跟资格去找她。哦。你为什么会这样问？我就是在想，如果妈妈真的跟谢叔叔离婚了，你们俩有没有可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妈妈过得不开心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其实妈妈真正要离婚的原因，
我也不知道。那到底什么原因，我都不清楚。但是我猜，可能是进财的原因吧。他没有经营好这段婚姻，不懂人的幸福。我多想有个幸福的家庭，没有人能了解我的。你孤独？你不幸福吗，爸爸？那你在台湾的太太和孩子呢？好多年前，我太太跟孩子在一场空难里面，他们没有事。有些事情必须要自己去承担。你跟你妈受了不少的苦，也不想你们同情我。爸，你要记得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要跟我说，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亲人。以后我来照顾你。我听到了啊，不准反悔哦。嗯。静菜，你就答应我的提议吧。我无法答应你的提议呀，亚秀啊！我们结婚了这么多年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要跟我提出这个要求啊！为什么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一个好丈夫，可是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不是个好母亲，这对你跟俊杰来说太不公平了。这就是我做这个决定的理由。这是理由吗？啊？俊杰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能舍得离开俊杰？啊？再说了，现在聪儿就是你的女儿，就是你的一切。聪儿不是我的一切，是聪儿失去了一切。比起俊杰，聪儿她失去的太多了，她受了太多的苦难。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的补偿她。静才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亚秀，我没有阻止你跟聪儿的相认呢。啊？你当初要认聪儿，我答应你。哦，现在你们母女相认了以后，你反而要跟我提出离婚，你能告诉我答案吗？你还要什么答案呢？亚秀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还有他？你在说谁？聪儿的爸爸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就这么想我的？不是我这么想你啊。如果你告诉我答案，我可以包容你、理解你，但是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失去你呀，静才。我话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爸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去找妈妈谈谈。哎，回来。没事，你走了，让爸爸静一静啊。先生，您都喝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欢迎再来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快坐下，快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可能走得太急了。哎，聪儿，我不会打扰到你工作吧？怎么会打扰呢？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聪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
去见了你谢叔叔。可是不管我怎么跟他说，他始终不肯答应离婚。我本来以为他能懂我，应该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好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说，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？妈，说实话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坚持要跟谢叔叔离婚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那是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的出现？不是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谢啊，等等。哎，俊杰，你怎么来了？就你和妈妈在这儿吗？对呀。你让开。哎，妈，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跟老爸坦白？老爸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你到底在遮遮掩掩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最窝囊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老婆给他戴绿帽子啊？俊杰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你没看妈妈不舒服吗？林聪儿，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妈和张东辉去公寓里看你，你不要说没有这件事情。还有，妈，昨天我去接你的时候，你和张东辉去约会，林聪儿，都是你对的。林聪儿，全部都是你一手撮合的，是不是？谢俊杰，你没事儿吧你？你可以侮辱我，你也可以乱想我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妈妈，想错她。李子，李子，放开！你干什么呀？松手！聪儿，谢俊杰，我告诉你，回去以后你告诉谢叔叔，我妈妈跟他离婚跟我爸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俊杰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儿，我们家的家务事。哎，聪儿，妈，冯总，妈，你怎么了妈？妈，你醒醒！冯总，快，打电话！妈！佳彤，你别担心了，青山肯定会没事的。佳彤，青山怎么样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出车祸了呢？桃姐，你先别着急，青山他现在还在手术室里，医生说要给他的脑部做断层扫描，别担心了。佳浩呢？桃姐，佳浩没事，他在做检查，马上就过来了。你别太担心了，肯定没事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出车祸了呢？桃姐，啊，青山出来了，青山，你别吓唬妈妈呀！医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，青山，你快答应妈，你别吓唬妈。我们已经给他做了脑部检查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主要都是外伤，手脚的撕裂伤，脚踝骨折，已经给他打了石膏了，需要留院观察。青山，佳浩，医生说他没事，只不过是需要留院观察。佳浩，你们总算是逃过一劫了。你不知道刚才电话突然间断了，我吓得整个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啊。而且现在最严重的是青山，我没事了，我真的没事。你放心吧，青山他没事的，有桃姐他们照顾他，他一定会好的。好受心吗？头还疼吗？脚疼的厉害吗？妈，医生不是给打石膏了吗？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佳浩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哥他没事，你就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这平时开车挺小心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来，先把水喝了，慢点啊。
你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吃水煮鱼、酱蹄膀、卤猪手，你做的。哎呀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是要忌口的啊！跟你开玩笑的，给我来碗粥吧。啊，粥我去买，涛姐我去买粥。不用你管，我儿子喜欢吃什么，你怎么知道？妈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说，你一向开车都是好好的，怎么嘉浩一上车就出这么大的事故呢？涛姐，您说这话的意思是在怪我哥啊？我可不敢怪你哥，我只希望我青山好好的。你们陆家的事情啊，我管不了。小彤，妈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这傻儿子，人家都说枪打出头鸟，你别好心把命都给搭进去了。哎，谢谢。你不用太担心了，医生刚刚检查过，说你妈心脏有问题，需要长期吃药。这次只是因为受到刺激才突然昏倒的，所以没什么大碍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得好好休息了。谢谢你帮我把妈妈送进医院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就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聪儿，我不是有意要偷听你们说话，但是刚才在花店门口，俊杰好像是跟你们有一些误会。无论怎么说，冯总也是他的母亲，现在突然入院了，是不是得跟他们父子俩说一声啊？我呢，已经给俊杰打过电话了，但是他没接，然后给他发了短信，到现在还没有回，我再等等看吧。不过这儿真的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聪儿，我没事儿。这样吧，我就在门口等你，有事儿的话你随时叫我啊。爸爸，我妈进医院了。佳彤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那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，是这样，冯总心脏病发，是我和聪儿把他送进的医院。不过这一次，聪儿没有再拒绝我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守护在他的身边。不错，恭喜你，如愿以偿。只不过，我哥就没那么幸运。你哥？怎么了？你好像装作一副不知道的样子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不明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哥和青山出了车祸，到现在人都还躺在医院。佳彤，我真的不知道嘉豪他们发生了车祸，可是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青山跟我说，平时那部车都好好的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可偏偏今天他去接我哥的时候，发现刹车失灵。你说是不是有人捣鬼？
好，如果你跟嘉浩都认为这件事情是人为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报警。这还用你说？我哥已经给警方录了口供，早晚都会查明真相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我知道你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和我爸有关，但是你们得拿出足够的证据。那如果真查出来是你爸做的，你不会偏袒他？我从来就没有偏袒过他。佳彤，其实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，因为那只小熊终于被我找到了。小熊找到了？当我爸看到我拿出那只小熊的时候，真的把他吓了一跳。那他有没有说为什么小熊会留到今天啊？佳彤，你能不能够告诉我，我妈发生车祸的那天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谢谢。为什么晨跑不叫我？不是不叫你，而是今天早上我起得太早了，我担心你要睡懒觉，所以我就没叫你了。你是不是昨晚一直都没睡好，想着车祸的事情？不过小彤她跟我说，她后来因为这件事去质问梁峰。佳彤能问他什么呀？难道梁峰和你们的车祸有关？我倒觉得跟梁峰没关系，倒是可能跟他爸有关系。什么？可能是他爸动了手脚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在酒店上班岂不是随时都会有危险？那你还去上班干什么呀？我不同意。能有什么危险啊？你看这么大的海啸我都没事，我不是还在吗？死不了。嘉浩，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可是我希望你以后每做一件事情，都先想想周围爱你的人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呢。对不起啊，我都没有照顾好你们。像干妈，她来了这么久，我都没有好好的跟她聊过天。还有你们去饭店，我都没来帮过忙，真的是非常对不起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现在加入我们也不迟啊。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月华上班了，好不好？会不会是某些人啊，想念我做的海南鸡饭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反正我可以去给你们当厨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干嘛跟你开玩笑啊？而且最近烦心的事情特别多，我想好好的静一静，正好可以顺一下我自己的思路。我来了这么多天，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让我开心的话。鸡饭店过几天就要开张了，今天我们去买菜，先做几只海南鸡，做最后的调整。行，我陪你去。那走，走，跑起来。亚秀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聪儿告诉我的，他一通知我，我马上赶过来。我很担心，现在没事就好了。聪儿人呢？
我来的时候他还在的，他一直等你醒过来，你没醒过来，我过来了，看他没有吃饭，让他先下去吃点东西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儿，我的是老毛病了，休息一下就行了。你不用在这里陪我，有聪儿陪着我呢。你走吧。亚秀，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的。我知道我这次回来打扰了你的生活，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。那天晚上我找你，约你出来，为什么拒绝我？是不是有人为难你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是聪儿告诉我的，说你坚决要和金彩离婚，以后你一个人生活了。人生岁月匆匆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，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？我离婚是我家的事儿，我自己的事儿，跟谁都没有关系，跟你更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来介入我的生活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愿意原谅我？有些错，一句道歉就可以弥补，但有些错，无论你怎么做，也无法补救。我不会再错下去的。你不要待在这里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明白。那你保重。你走吧。哎，谢叔叔，你总算来了。聪儿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。你妈怎么样？哦，她已经醒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事了。哦，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啊，俊杰正在怄气，所以没有接。我是看了短信才知道的。那我就去看看你们。哎，叔叔，那个……没事没事没事。我……好好对他。你妈醒了。谢叔叔，我……是你打电话通知他来的？嗯。亚秀，你就是为了那个男人执意要和我离婚的？谢叔叔，你别误会啊！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见那个姓张的走出去，林聪儿，又是你对不对？你既然通知了我，为什么也要通知那个男人来？俊杰，他是我爸爸。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那个男人，更不希望他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妈，我和爸都需要你，没有你的话，这个家就垮了。
哎，王森。哎。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一会儿我们下午就要试营业了啊。下午？师傅，不是明天才开业吗？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小薇又没回来，怎么开张啊？打铁要趁热嘛，你懂不懂啊？师傅，师兄，干嘛？我们回来啦！哎呦，买什么呢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在菜市场买了些好的土鸡和一些佐料，准备做海南鸡饭。都给我吧。来，我进去了啊。师傅啊，终于说服他了，我厉害吧？厉害。小薇，嘉浩这回是不是认真的？他真的愿意放下身份来我们这儿当厨师啊？他已经答应我啦，而且我相信他。再说啦，他做海南鸡饭那是他的强项，不用你瞎操心。我不是担心他的手艺，他得到桂叔的真传吗？如果他真的愿意留下来，我倒是可以早点回新加坡了。嗨，你跟我口口声声的保证，鸡饭店开业以后啊，你要全力的支持他们。喏，现在小两口刚刚达成协议，你呀，打退堂鼓啦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人做到底，送货送到西。大不了等他们生意走上正轨，我再做打算喽。唉。聪儿啊，谢谢你愿意来见我啊。其实谢叔叔，如果您不约我的话，我也想约您的。因为我想跟您说一下，那天妈妈晕倒进医院，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俊杰。后来你们一直没来，所以我非常担心，才给我爸爸打的电话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是，这我理解。所以今天请你来，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是为什么了。我和你妈呢，结婚都20多年了，我对她的情感始终如一。可是她突然的向我提出离婚，我实在无法接受。约你来呢，就想听听你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理由啊？其实，妈妈为什么会这样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但是叔叔，请你放心，每一次我爸爸从台湾回到大陆，都是和我一个人见面的，他们2个人私底下真的没有来往过。所以，也请您不要误会妈妈。可是，俊杰说的信誓旦旦的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事儿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那次刚好赶上我出院。他们2个人都非常的担心我的状况，所以就不期而遇的，在我的楼下相遇了。但是刚好又被俊杰看到了，然后又误会了。据我所知，其实我爸爸确实是想约妈妈好好聊一聊的，但是一直以来，妈妈都是拒绝的。从然不怕你笑话啊！自从见了你爸爸以后啊，确实很吃醋。也正为这样的，所以不理智和冲动，才导致你妈旧病复发。也在我的影响之下呢，俊杰也怕毁掉这个家，才胡思乱想。希望你啊，不要跟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计较。当然不会了，俊杰，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按理讲的话，我也应该叫您一声爸爸。我只是希望你和俊杰千万别误会妈妈。我明白了。现在你妈妈的身体很重要，等她恢复健康以后，我再跟她好好沟通沟通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谢叔叔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说一下。什么事？我爸爸已经买了回台湾的飞机票。为什么？具体什么原因他没有告诉我，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吧。那你妈妈知道吗？他应该不知道。来啦！来，赶紧，尝一尝，尝尝我的手艺，好不好？干妈，给你意见啊。怎么样？鸡的味道嘛，还不错。
但是要和新加坡的相比吧，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味道。确实是感觉差一点，但是又吃不出来差什么。这不可能啊！我是按照干爸的那个秘方来做的，这不可能不同啊！到底差在哪儿呢？是不是鸡品种的问题啊？也有可能。这个饭的味道也差了一点。啊？哦，是少斑斓叶。这里买不到斑斓叶，所以就没放。嘉浩，鸡和饭都不怎么样，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我们一定能想出方法来，把它好好的改良。这里又不是新加坡，难道让你爸从新加坡把材料寄过来吗？那成本有多高啊？那倒不用啊，我可以上网去查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大家先别着急嘛，既然能发现问题，就肯定能解决问题，大家也放轻松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在网上买，可能来不及了，明天咱们就开业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到医院去看看青山，等看完青山以后，我多跑几个菜市场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卖南洋杂货的店，能把这个斑斓叶买回来。也行，那我网上也继续采购一点，我们呢做两手准备。好，那也对啊。那事不宜迟，我先去看青山了啊。你一向开车都挺稳当的，怎么这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啊？这不是意外吗？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出院了以后，我就不当司机了，每天都在家里陪你，让你天天都能看见我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年纪轻轻不工作，陪着我老太太干嘛？妈可没闲钱养你这臭小子啊！一想你就得这么说。妈，你真的不怪嘉豪了吗？妈那天是有点激动，还不是因为心疼你这臭小子啊。但是最可怜的人是小童，莫名其妙的就被你说了一顿。那你还要妈向他道歉不成？那倒不是，不过，妈，他再来看我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对他态度好一点啊？妈。好，妈知道了。只要他一出现，妈就立马自动消失，留点空间给你们二人世界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把粥给我。来。小薇，你在网上找到斑斓叶了吗？师傅，你看，有是有，可是看不到实物，我也不知道品质好不好。那我们先买一点试试看呀。刚才嘉浩走后啊，我和王森商量过了，如果我们的食材没选好的话，就不用这么急着开店呀。师傅，你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发现呢，你们鸡的品质有明显的问题。这个我们也知道，可是市面上可以采购到的就只有这种饲料鸡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饲料鸡呢和走地鸡，它的味道是相差108000里呀。饲料鸡的话，成本是下降了，那可是做出来味道啊，那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哈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首先还是要解决鸡的问题啊。师傅啊，你说的对。等嘉浩回来呢，就和他好好商量一下。我们要找到本地最好品种的鸡来做我们的海南鸡饭，否则啊，宁可迟一点开张。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医生刚来跟我做过检查，他说我没事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那我接你出院，一起回家。你们慢慢聊，我现在去给你办出院手续。好的。你怎么跟聪儿在一起的？刚才我和聪儿聊了很久，
他的话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。元秀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了你。夫妻那么多年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理解我，不要再有误会就行了。是。哎呀，夫妻啊就应该面对面的、开诚布公的解决问题。那个意气用事、简单草率的用离婚的方式啊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1年多前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我没觉得轻松，反而觉得越来越累了。经营酒店也觉得力不从心了。我本来以为可以把酒店交给俊杰，可是他还是太年轻了，处理事情不够深思熟虑，所以我想，有新的想法？我打算通过中介公司，希望能找到国外的财团来收购雅秀酒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我一手经营的酒店就这么垮掉。你想把酒店卖掉？就算不能完全脱手，我也是希望有国外的集团来投资，来负责运营，这样子我以后才能够真正的退休。也好啊，也好，那就退休以后，我们一起去美国。干嘛？什么呀？这是？不好喝吗？这是我特别给你买的水。不，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水？你不是整天说在医院里昏昏沉沉的睡不醒吗？你喝一口哎呀，不要！喝一口。你是故意拿出来气我的，对不对？一想到昨天你妈那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就生气。我都跟你说过了嘛，我跟我妈都说好了，她已经知道了。别生气了啊！不生气，那你就喝，你喝。好。好了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小童去哪儿了？怎么把你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啊？你妹妹给我喝的什么水啊？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呀？哎，我送你上去吧。哎，你先坐，我有话问你。干嘛呀？你真的不回约好了？要去开饭店？我都答应小薇了，我还能不去啊？你看看，就这么算了是吗？我都已经去了公安局，已经录了口供了，其他我还能做什么？要不是那父子俩，我们会出车祸吗？我会在医院里面吗？我会变成这样吗？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吼我也没意义啊。那小薇她要开鸡饭店，难道我去阻止她不让她开呀？我身边很多人都被害了，我还不好好看着她，万一她也出事了怎么办呀？你以为我不想对付梁焕良是吧？说来说去，你是担心小薇呀？你看这温妮、小弟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都被害吗？啊，你最好的例子了，你都成这样了，那我真的难保他们下一个对付的人会是谁。最好他是对付我，不是你们。但是你真的什么都放弃了吗？你老爸的事业，你所拥有的这一切，这都不要了？我不知道。你这样会辜负我们所有人对你的期望。以前的陆家浩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陆家浩不认输的，不会怕任何事情。有些事你不做会后悔的，
你老说以前的陆家浩，以前的陆家浩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我就是现在的陆家浩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做不了。人生在世，讲究的是因果循环，善恶。明知道坏人为非作歹，还一再的退让，你这人生过得还有意义吗？你知道我在月华忍辱负重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没有喊过委屈吗？啊，因为我相信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眼看到梁焕良这个卑鄙的小人能够得到报应。我什么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吃点好吃的，别想那么多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爸，来了。回去以后记得一定要好好休息啊。来，慢点啊。松儿啊，一起走吧。不了，叔叔，我还要回花店呢，你们先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姐，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聪儿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猜你就在医院陪你妈呢。刚才去病房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出院了。哎，聪儿，你妈妈没事出院，你应该高兴点才对啊！我怎么看你好像有心事？我是挺高兴的，但是他跟谢叔叔之间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有心事你就要告诉我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我帮你分担嘛，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扛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谢谢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吃点东西。我还得回花店呢。哎呀，走了，没关系。就是那个地方，我上次跟你说的，没多远的啊。好久都没有来看海了。我妈在世的时候，活得也不开心。她一直觉得我爸外面有女人，他俩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。我妈出事的那天，本来说是要去抓我爸的现行，可是没想到，最后却出了车祸。凶手虽然最后被绳之以法了，但是这件事情却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。我一度想要逃离这座城市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出国留学。可我发现，人越长大，越想家。后来我回来了，但是我对我爸在月华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。但是当我知道，我爸为了金钱、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时候，我是非常不认同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选择自己父母的权利，但是我们有权利选择正确的路。是非对错是可以选择的，不是吗？嘉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是很同情他的。我也因为他的事情跟我爸大吵了一架，但是我发现到最后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聪儿，我真心希望能够跟嘉浩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起竞争，因为我想赢得你对我的感情。我跟陆家浩现在已经分手了呀，而且也不会在一起了，你不用把他再当成假想的。嘉浩是因为有了新的女朋友才放弃你的，但是你却一直不愿把他从你的心里抹去。从而我记得你说过，我只有和我爸脱离父子关系，你才会重新考虑咱们俩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我那是气话来的，你别当真，你千万别因为我的原因跟你爸爸翻脸，也不值得。我现在只想找一个真正喜欢的女孩，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平平淡淡才是真美，挺好的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疑团没有解开。
这个疑团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什么谜团？我妈的死因。你刚才不是说撞死你妈妈的那个人已经绳之以法了吗？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明知道坏人为非作歹，还一再的退让，你这人生过得还有意义吗？你知道我在月华忍辱负重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没有很多委屈吗？因为我相信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眼的看到梁焕良这个卑鄙的小人能够得到报应。嘉浩，你为什么会一个人躲在家里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还问我这句话？你忘了下午的时候答应我做什么事儿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你怎么会忘了呢？明明是你告诉我的，看完青山以后你会去买斑斓叶。你就算买不到斑斓叶，你应该回鸡饭店啊，所有人都在店里面等你呢。你倒好，自己偷偷跑回家，一个人躲着。我们打你电话，你电话也不接，你到底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可不可以别再说了，别再问了，行不行？嘉豪，你看着我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小薇，对不起，明天鸡饭店开张，我不能陪你去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只是想要找出害我父母的那个凶手到底是谁。还有，我要揭发梁焕良他们父子俩。我们陆家失去的一切，我都要把它抢回来。你明不明白？要不然我就是不孝，我就是对不起他们。我陆家豪可以对天发誓，以后我这一辈子只和小薇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师父，我真的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。你让我好好跟他沟通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可是他总是出尔反尔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固执的嘉豪，我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。可他的未来，我又能真的参与进去吗？小薇，对不起。你要离开我了，是不是？傻瓜，你千辛万苦的跑到这儿来找我，那我还能离开你吗？我答应过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。
我怎么会轻易食言呢？那你不去找梁焕良算账了吗？那你会喜欢一个永远都抬不起头的男人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去面对，我都要放手去搏一搏。你别去，太危险了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不要你去做冒险的事情，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看这光天化日的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再说了，我这次回去，我是要向他们摊牌，我让他们知道，我陆家浩并不是一个傻子。放心吧。青山的车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还装啊你！我问你，你爸和你一直都视我为眼中钉是吧？想要把我除掉。你昨天跟我说，你愿意放我半天的假，你心里明知道我会坐青山的车出去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谋杀呀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需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你？别高估了你自己！混蛋！打够了没有？我现在打够了，我打够了。梁峰，你听着，自从你爸这次回到月华以后，你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跟他一模一样了。陆家豪，你既然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梁峰不是你想象的这种人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敢在我面前发誓吗？你发誓你爸所做的一切，你都不知道。如果我爸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你可以拿出证据来，直接交给董事会啊。再不然，你也可以申请司法部门的介入，因为我相信，老天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好，到那天，请你记住你今天曾经讲过这样的一番话。陆家豪，我现在还真有点可怜你了。我刚才没有还手，不是说我心虚，而是你这一次回来，我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但是从刚才开始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再无亏欠。但是我还是要警告你，从今往后你给我离李聪儿远。如果我们两人之间再爆发任何的战争，波及到了他，我一样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你缠着他，他就会跟你在一起了？天真！是你先放弃的他，所以聪儿喜不喜欢我，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反击的话，还有很多的机会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随时放我过。回来了，还不帮忙？哦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么沉，哎，就你们两个，嘉浩呢？嘉浩他那边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昨天就闹失踪，今天又不知道去哪儿。虽然我们决定暂缓开业，可他作为厨子也不能天天玩消失啊。嘉浩要离开酒店，去交代一下也是应该的，总不能一走了之吧？啊？小薇，你为什么总替嘉浩说话？怎么着啊？现在敢跟我顶嘴了哈？我不跟你说，师傅，你坐，你来评评理。嘉浩说酒店是他家的，他又住那么大的别墅，可他为什么总是被欺负？再说了，如果他真的是酒店的接班人，那他根本没必要来陪我们开这小小的鸡饭店呢。王森，你知道嘉浩他已经答应小薇要同甘共苦了吗？如果我是你们，根本就不会来这儿开店，我会先搞清楚嘉浩的状况，否则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们到底在这干嘛呢？梁总好，好，梁叔叔，嘉浩，你回来了？哎，他现在在哪个部门啊？
你今天不上班吗？哎，没事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不用再找其他地方了，我就在这里，大庭广众之下跟所有人说。有事跟我说，走，去我办公室。你办公室？凭什么是你的办公室？来，大家都过来啊！我有话要说，一起来听啊！来，都过来。行，在这说也没问题，说吧。你们大家都听好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父母早在前几年的南亚海啸中，确定已经死亡了，所以我才是这里唯一合法的继承人。你刚刚说的那个办公室是你的，就因为你拿着一张授权书是吧？拿了。你够不够胆把授权书拿出来？我拿去验证。如果证明真的是我爸签给你的话，没问题，你继续做。嘉浩啊，我做这个总经理做了多少年，你应该是最清楚。按规矩，你这个身份没资格问我，但是因为你是陆家浩，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你说的我的授权书，月华集团董事局所有的股东都一一验证过，可以了。好一个股东，一一验证过。行，你别忘了，之前你是因为贪污亏空公款，被强迫离开。我爸为了你的名誉，才跟董事局说你是提前退休，你还记得吗？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他为什么还会给你签呢？嘉浩啊，廖叔叔真的是老了。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没有记忆，你有证据吗？这个先不说，我是月华集团的第2大股东，这没问题吧？我也是月华集团董事局公选出来的总经理，这也没问题吧？你没忘记吧？我们陆家可是月华集团的第1股东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是啊，所有的人都知道。可是这股权应该是在你父亲陆天明的名下，对吧？就目前我所知道，还没有任何证明你父亲陆天明已经死亡，他只是被列为失踪人口。你不会为了继承权盼着你爸爸死吧？你说什么呀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陆家浩，你是个聪明人。我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10年，你那点装疯卖傻的把戏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今天怨不着别人，自己去签。老实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个人永远不可以再踏进月华一步，明白？洋洋，能跟你合作，是我这后半生最大的福气。你给了我机会，我保证，我们的未来会非常美妙。干嘛说的那么客套啊？生疏的都快让我记不起来当初那个在香港又热情又浪漫的人了。哈哈，你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？不能这么问。我身上的优点很少，但就是做人做事专心、专注、专一。再说了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声色情场能比咱们现在这盘棋局更重要？不是吗？是吗？可是他们都说，男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。瑶瑶啊，你不能拿我跟别的男人比，我就是我。当初你见我什么样，现在我还是什么样。可是，
我就想看到你的真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瑶瑶，我的心呐，你不仅可以看，还可以亲口尝的。我儿子来了，峰峰，这儿来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爸爸常跟你说的香港的陆女士，这是我儿子梁峰。你好，听梁哥说你是美国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现在又是悦华酒店的副总，这样的青年才俊一定有很多女生倒追吧？好记性，峰峰，我跟你说，陆女士的记性特别好，但凡她见过的人，什么姓名啊、职业啊，包括电话，只要说一次，她都能记着。梁哥，你又开我玩笑了。爸，你没点吃的吗？我有点饿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休息了。行，那我送你上去。嗯，峰峰，你再等我一会儿啊，你要叫车叫。去陪你儿子吧，别送我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先送你上去。他很排斥我的。什么？当然了，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。也对，这孩子心里头一直只有他妈妈。别说你了，我身边任何一个女人，他都不会喜欢的。别介意哦。怎么会呢？不过，我们要下好我们的这盘棋，你儿子可千万不能有什么问题啊。我明白。行吧，我自己上去，你去陪他吧。好。怎么样，峰峰？这女士气质还不错吧？爸，你以后和女人约会，可不可以不拉我来当电灯泡？你误会了，我跟陆女士是纯粹的商业伙伴，她从香港过来是为了咱们子公司的事情，以后你和我都要经常跟她打交道的。你们既然是谈工作的事情，让我来有什么好听的？你知道她来干什么吗？雅秀集团找中介公司要出手转让雅秀酒店，这件事情你和我出面办不成，所以我把她从香港请来，以她的身份和地位，她出面就可以事半功倍，明白吗？你要收购雅秀酒店？对呀，现在明白老爸的用心了吧？爸，你怎么总是喜欢盯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？而且这个事儿你都一直没有跟我商量过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插手的话，那你大可不必告诉我呀。峰峰，你这什么话？什么属于别人的东西啊？他卖我买，这是最基本的商业法则。你知道吗？我了解到的，谢俊杰这个傻瓜投资石油期货赔了个底儿掉，这笔亏损足以让雅秀集团的财务上崩溃，所以冯雅秀急于出手雅秀酒店，这是咱们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反正你都已经决定了，也没什么可跟我商量的了。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，今天警方给我打电话，向我了解青山车祸的始末。他们向你了解什么？他们又没死啊，直接问青山不就完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车上不止青山一个人？我就这么一说，我哪知道车上有几个人？爸，这起车祸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什么话？什么跟我有关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把青山留在我身边，是因为我同情他们母子俩的境遇。可说到底，这青山是陆家养大的，总在我身边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峰峰，现在有些事情，老爸不便对你说明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总之，现在陆家浩活着回来了，今天又跑到月华来威胁我，就对不起了。有些事情，我就不会再给他留面子了。
爸，今天起这么早？你别起了吗？老妈呢？睡着呢，不要打扰她。老妈都已经出院回来3天了，那个，你们有没有谈这个事儿？你妈妈刚出院，身体很虚弱，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为了照顾她。哎呀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我们现在彼此啊，关系呢很客套，都避免谈这个离婚2个字。也是，哎，不过老爸，没有谈啊，也不代表是个坏结果，对吧？这样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早餐，一会儿啊，咱们一家3口吃个早饭啊。来，等。来，哎呀，这你妈的事儿，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。来，坐。怎么这么严肃呢？哎呀，爸爸想问你一下，有女朋友了吗？最近没时间谈。哦，装，真能装。你以为老爸不知道啊？3天2头换女朋友，还装没有女朋友，到底有没有？不是爸，那个都是过去式了。我现在公司很忙的，你不信你问我妈妈。好，没有就好。爸爸就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子认识一下啊。老爸，这个就不是。这个女孩子呢是爸爸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啊，长得很漂亮，很有性格。她爸爸呢是在美国洛杉矶啊开超市连锁店的老板。她应该比你大3岁，大3岁。俗话说啊，女大3抱金砖。啊，老爸，你肯定搞错了，你肯定搞错。行，没搞错，还是个姐姐啊。爸爸呢没搞错，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，爸爸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今天下午见面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老爸，哎，下午3点，啊，别忘了。没有吃早餐，你怎么能空腹吃药呢？来，先喝口奶。谢谢。你说你身体刚刚恢复，需要休息，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呢？前段时间我裁退了2名收取回扣的员工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在网上发布不利于酒店的谣言，我现在正在让律师追究法律责任呢。这些小事啊，让俊杰去办就行了。那孩子啊，历练不够，经营酒店对他来说太难为他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酒店脱手的原因之一。行吧，俊杰说给我们做了早餐，吃完早餐以后，我陪你去走走，好吗？好，快收拾一下就下来啊。你真是中国好老爸啊！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还要为他的终身大事担心。你这么安排他去相亲，这能行吗？就算这次不成，还有下一回呢。啊，我有1个牌的女生可以供他选。这孩子啊，主要是把精力都放在男欢女爱上了。如果让他成家，就能够沉淀沉淀，将来做事会更有责任心，更负责，挺好吗？再说啊，了了这种事以后，我们俩呢，就能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了。好，这个酒店转手有消息了吗？我联系了一家外资的酒店管理公司，他们很有兴趣来接管酒店的运营。不过就算是谈得拢吧，我也不一定会把酒店让出，反而更有可能的是一种投资合作的关系。哎，他们如果过来跟我谈的话，你愿不愿跟我一块去？哎呀，我酒店是个外行，再说酒店已经在你名下了，你自己拿主意就是了啊。哎呀，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老了，经常会想起以前的事情，而你始终没有变，还是我第一次见的那么漂亮。人都是会老的，
我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呀。我不是怕年华逝去，我是怕没有相知相惜的伴儿啊。几十年风风雨雨都经历了，可是到头来还是孤单影只一个人。我说这辈子多没意思。老爸，说真的，还有点舍不得你呢。哎呀，你也知道嘛，老爸公司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回去不行啊。我知道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现在交通那么发达，你要是想我的话，就可以随时飞回来看我。还是我女儿通情达理啊。来，抱一个。爸，你这次回台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？哎，过2天就是他们的忌日，我回去给他们上坟。老爸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就是如果老妈离婚的话，你们2个人还有希望在一起吗？希望就是失望了，希望总是美好的。但是，现实归现实，爸爸的确做错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妈妈不原谅你吗？既然我做错了，就要承担做错的煎熬，我不能怪谁。爸爸给你说句话，好好珍惜你所爱的人，千万不要辜负他，否则像爸爸一样，剩下的只有后悔。你们回去吧，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上次看你那个尼福达吃完了，所以又给你备了一瓶啊。回去以后呢，记得按时吃，还有就是要检查身体。你看，还是我的宝贝女儿疼我。梁红，最近我看你对我的女儿是真心的，真的关心她。好好加油，张总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了，赶快回去了，回去吧，马上把她带走，一会儿就该拉不走了。慢走啊，张总。拜拜。慢点啊，拜拜。再见。回去吧，我这就走了。聪儿，你爸他真是一个很洒脱的人。也许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外表吧，他内心的苦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是因为你妈的事吗？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很可怜的。你说一个人事业做得再成功有什么用呢？老了，身边不是也没有一个说话的伴吗？这些可能都是命运的安排。突然觉得人生苦短呀，真的。你说找到幸福就这么难吗？双儿，说句不该说的，我个人认为，人生就像一直走很多的分岔路，有的时候一条路走不通，并不能就说是命运的不公平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调过头来，走另外的一条路，或许你就能发现，幸福其实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是吗？你不用装出来，你应该明白的。我就是那个在岔路口等你的人。走吧。原来这个饭店你爸带你来过呀，怪不得你这么熟呢。哎，
不过他们家的东西的确特别好吃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什么都特别无趣？哎，没有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在想别的事儿。是不是我跟你说陆家浩的消息，你才会有兴趣听？陆家浩怎么了？他以后再也不会回月华来上班了。为什么？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，没想到竟然只有踢到他的时候才能吸引你的注意。你还没有告诉我陆家浩为什么以后不回月华上班呢？青山出事之后，他来找过我，还冲着我发脾气，说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而且回头又去找我爸理论，在月华的大堂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爸大吵一架，最后被保安给轰走了。童儿，嘉浩他现在真的已经疯了，所有的事情在他看来竟然变成了阴谋诡计。你以后可以不用跟我说这些，因为陆家浩跟我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能这样想的话，就最好不过了。但是我估计，嘉浩也早就把你给忘了，因为他成天陪在他那个新女朋友的身边，还要和他一起开那个什么鸡饭店，一起当老板，据说是就快要开张了。需要什么？嘉浩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营业额哎！真没想到，卖个鸡饭都可以有那么多的钱呀！哇！太棒了！哼！嘉浩，起床啦！嘉浩，起床啦！小薇，我们发财了。是啊。小薇，我们有很多的钱哎。嘉浩，你是不是在做梦呀？做梦都可以这么开心。嘉浩，我的大少爷啊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怎么可以再赖床啦？对哦，咱们的鸡饭店还没开张，我就只能在家里做做白日梦。快了快了，芭蕾叶已经买到了，师傅和师兄呢也调好了辣椒酱，还有黑酱油，连酸甘水都准备好了，就差我们的海南鸡喽。可是这几天，我们跑遍了所有大小的菜市场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鸡，怎么办呀？继续找啊！我和青山联系过了，他告诉我在老城区有一个菜市场呢，卖的是农家的土鸡。好吧，咱们一起去找吧。那快起床啊！好了，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准备一下。我这鸡都不错，看好了可以便宜卖给你。谢谢了，老板。咱们走吧。嘉浩，都看了这么多摊了，没有满意的吗？你看这些鸡啊，它的鸡皮是挺肥的，可是肉很松散，一看就知道是用催熟饲料把它养大的。咱们的海南鸡，吃的就是清淡。还有肉质的鲜嫩，我怕用这些鸡的话会砸了咱们的招牌。那怎么办呀？桃姐之前说过，有一家鸡场是在郊区，我一直嫌它远没去，要不要去碰碰运气？好啊好啊，走吧。走吧，走。
这里面还真有挺多的。嗯，你们是干嘛的？请问是吴老板吗？是啊，我们来给你买鸡。买鸡不到市场去买，跑来我养鸡场是吧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开了一家专卖海南鸡饭的店，所以每天都需要进很大量的货。想看看你这里的鸡会不会很合适？我的鸡啊，只卖给熟客，没有多余的鸡卖给你们。你们去找别的家吧。你看他什么态度嘛？走啦，我们去别家。哎，先别走啊！书里不是说吗？好事多磨。来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知道你们家的鸡品质都非常好，所以才特地跑来这儿来给你买鸡的。你就卖给我吧。刚才跟你说了，我的鸡啊是只卖给熟客的，没有多余的鸡可以卖给你们。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我们就是熟客。其实我们是桃姐介绍来的。桃姐啊？啊。哦。哎，你步子小一点，又没人跟你抢，慢点慢点，别把石膏弄坏了。慢点，你慢点。哎呀，这腿到底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你急什么嘛？反正你跟我哥都一样，都不打算回月华上班了，那不如趁养伤的时候在家陪陪妈妈，不是挺好的吗？都怪我太冲动了，要不是我煽风点火，你哥也不会和梁焕良起冲突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样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人活着都是要有尊严的，我哥他自己憋不下这口气，早晚都要爆发。那他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跟小薇开那个鸡饭店，起码也是有事情做嘛。那我们都不在月华了，你还留在月华吗？梁焕良抓不到我的把柄，那他也没有理由赶我走啊。再说还有梁峰在，我一点也不怕。唉，好歹留下一点火种，希望为我哥以后的回归打下基础。佳彤、青山、哥、小薇，你们怎么没打招呼就过来了？哎，你看带了什么来？啊，在哪儿搞的这么一只大肥鸡呀？是要给我进补的吗？哎呦，你们也来了呀！桃姐。哎呦，还带了一只鸡呀！是啊。桃姐，嘉浩说要做海南鸡孝敬你。哎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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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菜啦！哇，那海南鸡闪亮登场了！哇，这只鸡好香啊！快尝尝。棒啊！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快点，你们都吃吧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味道真不错，比煲汤啊更保留原汁原味呢。这只鸡不但有嚼劲，而且皮滑肉香。是啊，那当然。为了找这个鸡，我们找了好久了。鸡场老板知道你们要开鸡饭店吗？他同意用那个批发价把鸡卖给你们吗？桃姐啊，真的要谢谢你，这次多亏你帮忙。而且老板还跟我们说，要是我们真喜欢的话，他每天早上都可以帮忙把新鲜的鸡送到我们的鸡饭店去。哎，那哥，那现在最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是不是鸡饭店可以随时开了呀？我想我们还有几件比较小的事情，等处理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开业了。哎，那就赶紧吃吧，这么一大盘子呢，赶紧吃吧啊！哎，那个我跟小薇先回去了，还有事要处理。小童啊，我待会儿打给你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们走了。我好像也应该要走了，因为要回酒店上班。我先走了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把剩下鸡打包带走，留着午餐吃啊。这只鸡虽然很好吃，我一个女孩子也吃不了这么多啊！你想撑死我啊你？鸡肉美容养颜，再怎么说你得给你哥捧场。你以为我是猪啊？多吃点吧，你要是饿着了的话，我心疼的啊。不要，还是留给你和桃姐吃吧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哥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约了曹律师，有些事情想要问他。没事，约见什么曹律师啊？怎么会没事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着手反击了。啊？你不是要跟小薇开什么鸡饭店吗？是，鸡饭店是要开，可是月华咱们也不能放下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次反击都要成功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这鸡饭店只是作为掩饰，这样梁焕良就不会太注意我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呀？啊？
是我之前的确有想过，让你把家里公司的股份都卖掉，然后跟我去新加坡。可是后来青山的车祸发生以后，我发现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我怎么逃避，怎么退缩，他们都不会放过我，所以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我准备好要反击。哥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2个兄妹齐心，一定能打败他们的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，或者因为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年，或者因为意外事故下落不明，经有关部门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，利害相关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，向下落不明者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。那这么说，我父母的情况是属于4年的还是2年的？像您父母的这种案例是属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意外事故，2年就可以宣布死亡。巴厘岛的海啸发生在3年之前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向法院申请了？是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。只是我很好奇的是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向法院提出申请呢？当时我以为会有奇迹发生，以为哥哥和爸爸妈妈还能回来，所以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这件事情。也幸好你没去，如果法院宣布你哥哥死亡的话，那我们的事情可能就会更加麻烦。所以现在只要我申请拿到了证明以后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合法的去继承我父母的股份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法院宣布失踪者死亡有1到3个月的公示期，到期后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，法院才可以正式宣布此人死亡，之后才能进入法定的财产继承程序。要3个月，太慢了。怎么，你们？不是，只是时间有点长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这个，我只能尽力而为，不过最快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最快1个月。你就是谢俊杰对吧？是啊。我是童飞。请坐。我以为叔叔会给我介绍一个成熟的、土得掉渣的理工男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小正太。童小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谢俊杰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根本不符合我的标准，但我还是愿意跟你结婚。不是，我们第1次见面，你就要嫁给我？这些年我总结了一些经验，我可以跟任何男生交往，但唯独不能拒绝父母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你长得不难看，勉强过了我看颜值的第1关。谢谢。性格嘛，也就这样吧，其他的我就无所谓了。哎，大姐，你是在跟我玩大冒险游戏吗？谁是你大姐？你可以叫我童小飞或者小飞，但在我面前千万不要提大或者老。那个小飞同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2个现在是在相亲，没必要一开始就要结婚吧？说你单纯，果然是啊。你是第1次相亲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你这一次不同意，你父母会给你安排下一次、下下次，甚至101次。根据国际惯例，在最后的往往会越来越差。既然我们迟早都要结婚，那为什么不先假装交往几次，然后顺势就嫁了？啊，不过要先谈好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的婚姻是名义上的，婚后互不影响、互不干涉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听得有点兴奋啊？是不是感觉天上掉了一个巨大的礼物？我是想说，没关系，你不用着急回答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
海南鸡叫什么？海南鸡。海南鸡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啊！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佳彤，你在哪儿买的这鸡？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南鸡。是吧？刚才我还跟他抢呢，这半只鸡都不够我们吃的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那家店的名片。看看。老板娘在新加坡学过正宗的海南鸡饭，所以做的海南鸡特别正宗。那它是有外卖服务吗？当然有啊，提我的名字啊，肯定打折。以后我们就多一个选择，再也不用头疼午餐吃什么了。对，快吃快吃。吃过两口。再给我切一口。来一口。喂，佳彤。喂，俊杰。你现在在哪里呢？我在公司啊。你现在快点过来救救我吧！你要再不来，我就死定了。俊杰，这么久没联系了，你这一打电话就这个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我这边遇到一个奇葩呀！你要是再不过来救我，我就要被他玩死了。啊？你是不是对我说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？你的提议很奇特，我总得好好考虑一下吧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的在看手机啊？我很忙的，我的下属随时都会找我。你笑什么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真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。而且你早就不想待在这儿了，对吗？我……你这个混蛋啊！告诉我在公司开会，跑来这里跟这个狐狸精在干嘛啊你？哎呀，不是，坐下你！你啥你？啊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老爸可告诉我你还没有结婚啊？怎么会跑来一个大肚子的女人？没有结婚？我现在肚子大成这样，你都没告诉你爸妈我的存在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你干嘛呢？我不管，你跟我走！你干嘛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走你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快走！你放手啊！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放手啊！放手！你干嘛呢？谢俊杰，你跟这个女人串通起来耍我是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干嘛装神弄鬼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女朋友，干嘛要陪他演戏？那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他找我帮忙，我就……真是胡闹！他如果不接受我，可以直接跟我 say no， 干嘛搞得那么狼狈？他也是不想违背他爸爸的好意，又不想去伤害你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好不好？我真不明白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这么有气质，干嘛要听这些男人的臭话？你该不会是他的下属吧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哥哥曾经和他姐姐曾经是男女朋友。原来如此，想不到这家伙居然还有人愿意自毁形象来帮他。哎，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？都是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我叫童飞，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陆佳彤，你可以叫我小彤。佳彤，俊杰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3天2头换女朋友？又不是我招惹他，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。你还真是来者不拒啊！
不过如果刚才不是你在电话里苦苦哀求，我真后悔帮你这个忙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责怪我了。不过总算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。今天啊，多亏了你。你刚才没看见我有多丢脸是吧？佳彤，佳彤，我说你刚才扮那孕妇，还扮得蛮像的嘛。你还说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那个童飞还挺漂亮的，身材又好，标准的白富美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她年纪比我大，思想还比我前卫，我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？而且还是老爸介绍的。哎，如果要是我们两个正常搭讪认识，说不定我们俩还是一对儿。花花公子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别嘲笑我了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最近有什么前史啊？说来听听。最近老爸老妈闹离婚，本少爷很没有心情，哪有什么时间去谈恋爱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好像1年半都没谈恋爱了，奇迹吧？不会吧，大情圣？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得了吧，你呀就骗骗那些小美眉还行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啊？还搞得这么麻烦。如果我说我想见你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又来了，又拿我开玩笑，少拿我开玩笑行不行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这次你帮了我个大忙，说吧，要我怎么感谢你？朋友之间还需要谢谢啊？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如果以后真有这种情况，你可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而且还让我以这种形象出现，好吧？好了，没问题。哟，你完了，冤家又找上门了。别嘲笑我啊！喂，王总，陆女士来。冯总，久仰大名，您好。谢总，我妈呢？哦，总裁在楼下西餐厅。他刚说如果你回来的话，就赶快去楼下找他。我妈到底和谁在一起？他约了从香港过来的陆瑶女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妈要解决当初我跟陆瑶投资基金的事儿？冯总，上次和俊杰谈合作的时候，一直没能见到你。今天你能亲自见我，实在是我的荣幸啊。上次俊杰跟我提过你想投资我们酒店，那时候我人在美国，刚好有事情一耽搁就不了了之了。没有想到你对我们雅秀集团情有独钟，我这么一联系你，你马上就答应了。我这个人在香港工作了很多年，习惯了香港的快节奏，看准了目标呢，一定会先发制人。再说，我看过雅秀集团的所有业绩报告，非常有潜能。在商言商，我怎么能错过赚钱的机会呢？真是过奖了。现在啊，酒店业蓬勃发展，相对来说竞争力也相对的激烈。如果没有创新的理念，是很难跟得上潮流的。冯总说的是，这里是旅游胜地，又是国内最早特区城市，这往后的发展大有可为。只要您提出的价钱合理，我随时可以交易，买下雅秀集团所有的股权，这样冯总您就可以提早退休，环游世界了。是，我是曾经想过要抛售酒店的股权，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想再给俊杰一次机会。陆女士在海外有经营酒店的经验，如果能投资我们，给集团注入新的活力，那这酒店前途将无可限量。您是不卖酒店了？其实两种方案都可以谈嘛，只不过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引进战略合伙人，一同经营酒店。不知道陆女士是否愿意？其实全资收购、合伙经营我都可以，只不过呢，如果是合伙经营，我要求由我来主导经营。陆女士，那如果我接受您的投资，您真的会将精力放在本地吗？
冯总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彼此一见如故，我不想瞒你什么。我和我的丈夫已经离婚，我以前花的都是他的钱，大手大脚的。现在我拿到了他1/3的家产，我当然得好好经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经历。男人不可靠，钱留在身边才重要。冯总，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投身本地的酒店业务了吧？好，那就这样了。冯总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嗯，好，冯总，我先走了。好嘞。妈，你怎么跟陆瑶在一块儿啊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妈，你真的要把我们的股权卖给陆瑶啊？而且还要把我们酒店的经营大权交给他？以后你就跟陆瑶一起合作吧，我希望你可以在她身上学到更多的经验。妈，你不是一直提醒我要对外资小心谨慎吗？你现在怎么这么相信他？那是因为你之前跟他谈合作的时候我不在场，我对你的观察力还没有那么有信心。我跟他见过面之后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爽快的生意人，也是一个很精明的女强人。妈，你把他夸得太厉害，他是没有告诉你，我那8000万就是因为他而损失的。说了，人家说了，你损失了那些钱，你觉得心疼，人家也损失了2个多亿呢。不过那是他前夫的钱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，如果他再投资的话，就得用自己的钱。你说他以后还敢不认真吗？哎，老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老妈让我找你啊，去一起吃饭，说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呢。你妈妈想告诉我，她和境外集团的谈判的合作计划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老爸，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嘛，什么你都知道啊。金姐啊，我找你来呢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整童飞啊？爸，童飞这个女孩她就是个奇葩啊。我早告诉你，童飞啊是个特别的女孩子，啊，你征服不了她，你认输就好了，你何必找人演出这么一出戏啊？不是爸，谁说我征服不了她了？我是不想去征服她，因为她是个奇葩，我要征服了她，我就不是人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君姐啊，童飞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他呢，不按常理出牌，点子特别多，他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都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呢，你的行为不符合他的要求，他肯定要捉弄你啊。爸，啊，你是说他一直在跟我演戏啊？不，你现在才看出来啊？你太迟钝了吧？我一点都没有发现啊。哦。那这样好不好？你看看童飞啊，又很难追到，要不爸爸再给你安排一个？哎，不，爸，我觉得我得约他出来再谈一谈。哦，